萧景然下楼的时候，我用小号刚刚看过林沁的最新朋友圈，年轻女孩白色衬衫、牛仔短裙，满脸的青春活力，配文是约会 Go。我抬眼看她，一样的白衬衫、牛仔裤，哪怕是已经30加的年龄，但仍让她穿出了男大的感觉。显然，两人是约好了搭配。萧景然走近我，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发顶，笑着说：“我出门了。”不能否认萧景然的脸，当初也是这好看的皮相才让我迷了眼，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好看又温柔。可惜，此时只让我感到讽刺。我微笑回应，看着他出门，想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温柔的相处了。过了今天，他应该会很暴躁吧？可能今晚就会狂风暴雨。我布局了这半年，求的就是谁也不要好过。我笑着笑着，眼角竟然有泪划过。毕竟11年的感情，我是付出了全部。可半年前，他终究是负了我。察觉到萧景然出轨那天，是在平常不过的一天。我们如往常一样用晚餐，我们通常都会在这个时间分享彼此这一天的事情。毕竟我们都很忙，也就更加珍惜这样的2人时光。可那天，他时常走神，时而回复手机消息，带着他自己都不易察觉的笑意。在他第3次回复消息的时候，我皱着眉，放下筷子，看着他。你在看什么？这么着急回复吗？他意识到我的不开心，收起了手机，笑着哄我。项目组的人还在加班，有问题比较着急。好啦，我们好好吃饭，不要生气啦。说着，夹起了我最喜欢的鱼眼睛放到我碗里。你最喜欢的鱼眼睛？我看着他，心里莫名升起了警觉。毕竟我对他太了解了。那晚我们如往常一样吃饭、聊天、睡觉，可他不知道，我始终没有睡着。凌晨的夜，静得可怕。我悄悄地拿起他的手机。我们彼此信任，虽然知道密码，但从未查过手机。而今晚，我做出了自己曾经鄙视的事情。我坐在书房的沙发上，翻着他的手机。聊天界面没有陌生人，可项目组群里在晚饭时间并没有聊天内容。我翻看通讯录，我仍然在置顶那里。可翻着翻着，我注意到一个米妮头像的人。我点进去，却没有任何聊天内容，连刚加好友时候的打招呼都没有。我点开朋友圈，翻阅着的同时，心里也在祈祷，祈祷他们没有任何不轨的情况。朋友圈内容很丰富，记录着他多姿多彩的生活，也有许多女孩的自拍。女孩自信、活泼，微笑时像朵向日葵，连我都觉得很美好。在2个月前的朋友圈，我看见了萧景然的侧脸，棱角分明。配文是采访到了偶像，很开心，不愧是我喜欢了很久的优秀学长。照片背景是萧景然的办公室，也许这不能代表什么。我握着手机的手有些颤抖，但仍然抱有期待。又往前翻了翻，看见了他们的合照。照片上有很多人，2个人隔得有些远，背景应该是 A 大校庆。我记得他和我说过母校校庆邀请他去演讲，而我要到外地出差，未能出席。记得当天我还兴冲冲地和他在电话里回忆了好久我们在校的往事。再往前，没有任何2个人交集的痕迹。现在看来，应该就是那场校庆，才让2人相识。我从那张合照往回看，一些回忆渐渐清晰了起来。女孩晒网红餐厅那天，萧景然和我说项目组加班。女孩晒旋转餐厅那天，萧景然和我说晚上约了客户。女孩晒和海豚合影那天，萧景然还是和我说了加班。就连他带给我求表扬的网红面包，都是和女孩打卡过的。虽然照片中丝毫没有萧景然参与的信息，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自欺欺人的借口。我拍下了这些照片和信息，默默地将他的手机放回原处。坐在窗前，才发现早已手脚冰凉。我双臂紧紧抱着自己，蜷缩在飘窗一角，泪水早已无声地打湿了脸颊。此刻脑子混乱，只感受到彻骨的冷意。我和萧景然相爱11年，相恋7年，结婚4年。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我们彼此承诺过不会偏离。可如今，也许我下的定义有些早。此刻，我恨自己有些太了解他了。我和他相识于大一，在 A 大食堂。那天我去食堂打饭，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在窗口给同学打饭的好看的男孩子，哪怕是戴着口罩，也没能遮挡他的颜值。好看的眉毛紧皱着，眼睛看着手里装菜的勺子。我走近，才听见旁边阿姨在教育他：“你手要掂一掂，不要打那么多的肉啊！哎呀，
够了，够了，不要给那么多。打菜的同学一边翻白眼，一边冲着萧锦然道谢，谢谢小哥哥。这一来一往，让窗口的萧锦然更加无措了。我站在那里，只感觉好笑，也走到了那个窗口，看着他笨拙的想颠颠勺又不会的样子，听着旁边阿姨的叹气。当天下午，我们在图书馆又相遇了。我们从2个方向走近，伸手准备拿同一本书，然后诧异地看着对方。这时候他没有戴口罩，棱角分明。我内心只有一句：长得真的好看。那个时候，仿佛时光都静止了。就在我呆住的那个瞬间，他把书让给我，拿起了另一本，然后转身离开，没有任何言语，就弄得我有些不爽。好歹我也是一个明艳大方的美女，遂决定晚饭也要去他在的窗口，看着他狼狈的样子解解气。但没超过2个小时，我们又遇见了。在辩论社会议上，我和他都是大一新入社的社员，知道了他叫萧锦然。会议结束，看着他急匆匆的离开，一个念头出现，我快速的追上他。萧锦然，他回头看我，逆着光，那一瞬仿佛击中了我的心。什么事？他的声音很有磁性。我走到他身旁，笑着看他，满眼的阳光。萧锦然，我们今天相遇了3次，你听说过吗？偶然遇到1次是缘分，遇到3次就是命中注定了。他听完，嘴角轻扬，有了笑容，眼神温柔，但说出口的话却不是很好听，没听过。不过黎同学，我打工要迟到了，再见。然后转身又急匆匆的离开。好吧，调情给傻子看了。不过当晚我还是去他的窗口打饭了。他没有中午的无措，微笑着给我打菜，还偷偷的多给了我鸡腿肉。我们默契的彼此靠近，互相了解。确定关系那天也不过是很寻常的一天。社团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整理资料后，他将我送回宿舍。宿舍楼下，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礼物，是一款星星手链。他眼里没了笑意，取而代之的是紧张。黎诺伊同学，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从没看过他如此紧张，发颤的音调，说完还舔了舔嘴唇。我笑着用力的点头，很用力，然后拿起手链让他给我戴上。他戴了好久，手都是颤抖的。那晚我们拥抱了好久。回到宿舍，我在床上乐得打滚，引诱了3个月，终于修成正果。我们相互支持，约定彼此信任，甜蜜地走过了大学生活，迈过了毕业就分手的坎儿，战胜了创业的艰辛，婚礼上承诺一生，成为人人艳羡的一对儿。这些年，我们见证彼此的成长，都成为各自圈子优秀的人。而他在我精心经营下温柔体贴，成熟稳重，身材在线，却要成为别人的果子。那一夜，我将女孩的自拍看了一遍又一遍，不得不承认，女孩很美好，能在 A 大校庆中作为工作人员出现，且可以去采访优秀校友，应该也是个优秀的人。我自我催眠，想着也许没有自己认为的那样糟，我们承诺过一生一世一双人，承诺过彼此信任。可惜催眠失败，我一向是个目标感很强，很善于做了断的人。不知不觉间，太阳已渐渐升起，我的身体有了暖意。不想让萧锦然看见狼狈的自己，收拾好后提早出了门。萧锦然电话过来时，我已经到了办公室，他刚起床的声音带着酥感。老婆，你去哪儿了？今天有事，提前来公司了，走得急就没有叫醒你。此刻我假装着平淡出声，没有让他感觉到异常。好，记得吃饭，爱你。爱你。我们习惯在电话前说爱，习惯分享彼此的一切，习惯了清早起来看到彼此，可怎么就出现了偏离？我双手支撑着垂下的头，指尖无意识地抓着头发，痛苦地大声叹气，努力让自己冷静后，将女孩的照片发给了认识的人去调查。生活照旧过着，那晚的失常，萧锦然再也没有发生过，可我却没有丝毫的安全感。直到看见女孩的信息，心里那块石头终于激起了浪花。侦探很尽责，女孩的资料很详细。林沁，老家在隔壁市，父母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老师，从小成绩就很优秀，在 A 大计算机专业大3，是萧锦然的直属学妹。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资料里有萧锦然和女孩一起在网红餐厅、旋转餐厅、萧锦然公司楼下咖啡店的同框照片。照片中的2个人虽没有亲密举动，但莫名的很和谐。我突然想见见这个女孩。正好前几天收到研究生导师的邀请，回去做次分享和采访。分享那天，导师和系主任陪同，我将一些案例分享给学生们，效果很好。结束后，导师特意安排了校报采访，当时我随口一提，
听萧瑾然说，上次采访他的小记者不错，于是导师特别安排了林沁过来。他全程跟了我的分享会，当听老师提起我和萧瑾然的甜蜜时，脸色明显有些难堪。我笑着和他打招呼，又特意提了一嘴，看了你上次对我老公的采访内容，写得很好，期待我这篇采访写得更好。女孩的手明显握紧了手提包，眼里没有了照片中的光彩。采访不咸不淡的结束后，和老师及几个学生一起吃了饭，林沁也在内，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选择避开。饭桌上，在我的引导下，导师几次提起我和萧瑾然在学校的事迹，说起我们一起带着校辩论社拿下大学生辩论赛冠军，说起萧瑾然经常和我一起上课。我看着林沁的脸色越来越白，突然就感觉这样欺负个小姑娘没劲透了。当晚回到家，萧瑾然坐在沙发等我，手里拿着手机，看我回来，主动迎上来道：“今天去母校怎么样？怎么没告诉我有校报采访呢？看来小姑娘告状了。”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看了她一眼，分享会导师反馈不错，采访都是导师安排的。哎，你怎么知道我有校报采访？她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回答：“采访你的那个小记者和采访我的是一个，之前采访我的时候加了微信，采访完你，特意告诉我说我们般配极了，小姑娘还挺有眼力。”我笑着看她瞎掰，试探着问：“小姑娘没有加我微信呢，看来在她眼里萧学长地位不一样呢。”听了我的话，抱着我的手臂明显僵硬了些，一瞬后，她收紧双臂，抱着我摇了摇：“老婆吃醋了？我好开心你能吃醋，不过人家加我估计就是因为我是直系学长吧，你要相信我。”边说头在我颈间蹭了蹭，意图明显。可我的内心真想扒开一切，质问他为什么背叛我，但理智不允许。现在的我，除了那几张似是而非的照片，没有丝毫证据。这11年我们太甜蜜了，他对我太好了，好到我父母喜欢他更甚，朋友信任他，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他不好，或者会出轨。如果现在闹开，得不偿失的就是我。内心的愤怒如奔跑的野马，不受控制的想要发泄，可始终找不到出口。想要撕烂他脸上的笑，可最终也只是说着自己累了，逃到了洗手间。当晚，我又在凌晨突然醒来，看着身侧熟睡的人，特别想叨了他。我悄悄地拿起他的手机，再次点开林沁的头像，仍是空白的对话框，谨慎地过了头，或者过于相信我不会去看他的手机。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晚上，配着开心的自拍，一句文案，被安慰到了，开心。而上一条朋友圈是在下午采访我之后，只有简单的一句，很伤心。我想安慰到小姑娘的人是萧瑾然，他们是语音安慰的还是文字？说了什么呢？头好疼，心好痛，痛到握着手机的手都在颤抖。我又一次在他不知道的时候枯坐到太阳升起。第二天，邮件里收到小姑娘的采访文章初稿，确实不错。我回复了 OK。我们在昨天谁也没有提及添加微信，小姑娘竟也沉得住气。不过侦探给了我一个已经加了林沁的微笑小号。我每天都像一个偷窥狂一样翻看林沁的朋友圈，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恶痛绝，渐渐的麻木、平淡、无所谓。前一天他的朋友圈更新，期待明天的游乐场。第二天，我就像个变态一样跟踪他们。萧瑾然换掉了早上出门时候的西装，换上了和女孩相配的卫衣，在他们几米外看着他们牵手游玩。小姑娘很会撒娇，她会边摇晃着萧瑾然的手边甜甜的看着他，说着我听不见的话，应该是让他陪她一起坐过山车。我想萧瑾然应该会拒绝吧。8年前和我来游乐场，被我逼着坐了一次过山车，吐了后就发誓再也不玩了。可我错了，他笑着揉了揉小姑娘的头发，一起坐了上去。我看着过山车飞驰，听着喊声，一遍遍地告诫自己要报复他们。坐完过山车的萧瑾然即使脸色发白，嘴唇没有了血色，也在温柔地安抚自责的小姑娘。跟着他们，看着他们一起佩戴米奇米林的发箍，看着萧瑾然温柔地擦掉林沁嘴角的冰淇淋，看着他们手牵手往前走，终于在某个瞬间或者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我站在了原处，没有办法继续跟下去。我站在那里，任由来往的游客看着、路过或者撞到我，直到一个4、5岁的小姑娘拿着一张纸巾递给我：“阿姨，不要哭哦。”我低头看她，已然模糊，才发现泪水早已糊了一脸。我拿起纸巾，笑着道谢，那个笑容应该是比哭还难看吧。得到小姑娘的严肃批评：“阿姨这么漂亮，哭就不好看了。”是啊，我这么漂亮，她萧瑾然真的是良心喂了狗，眼睛喂了狼。我不想去探究她为什么出轨、背弃诺言，
只想将自己抽离。人生那么长，11年而已，我也才30而已，人生还没有过半。我转身离开，人我不要了，但是代价总要付出。回到家后，我逐渐冷静了下来，从知道他不对劲的那晚到现在，半个月的时间和不断强迫自己看他们互动的脱敏治疗，足够的失望已可以抵消过往的甜蜜和幸福。整理好了家里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因为我学的是金融专业，家里的一切投资都是我在管理。我预计用半年的时间将这个家变得法律下的负债累累。难办的是萧锦然的公司，他研究生期间开始创业，经过7年，如今已经经过几轮融资，马上上市的关键时期。是啊，就是这样的关键时期，他竟然不顾后果的有了外心，可见这个小姑娘在他心里的位置。我不知道他是想清楚了后果后坚定的选择林沁，还是以为我可以为了他容忍林沁的存在，不会离婚或闹大。夜色渐浓，他才回家，换掉了游乐场的那套衣服，穿上了早晨出门时候的西装。他是怎么做到如此切换自如的？他看到坐在沙发的我，走过来抱住我，很奇怪，他的身上明明没有其他的味道，我仍感觉恶心。他将我拥入怀中，疲惫地说着加班的辛苦。在他看不见的角落，我满眼的恨意，他怎么可以拿我当傻子哄？为了不让他起疑，我尽量如往常一样分享今天都做了什么，无意间说起前辈介绍的投资投入，他笑笑说着一切任我决定，他相信我。我把资金流和抵押房产的钱都陆陆续续的以投资名义转移，他没有察觉。在看到他和林沁在街头接吻的照片当天，我找人收买了林沁周边的几个人，教他们引诱林沁高消费，出入高端局、见识名利场，去滋养他的欲望和野心。我看着他越来越物质，我看着萧锦然给他买单，我将他捧上高坛，期待他坠落的那一天。在看见他们出入酒店的那天，我实现了家里资产清零，走向负债。而萧锦然如果不动用公司资金，手里零用捉紧的时候，我使劲让林沁勾着萧锦然给他买了房产，榨干萧锦然手头的钱，迫使他去动用公司的资金。后来我看着他们出入新家的照片，计划着将萧锦然在最后融资时赶出公司，想来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培养了7年的孩子被人抢走，应该是很痛心吧。我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没告诉任何人。我和他仍然扮演着恩爱的夫妻，遵守着承诺的信任、分享、道爱，演技了得。直到现在，很快一触即发，这半年的辛酸也只有我自己懂。早晨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出门的萧锦然，应该在上午就会收到离婚诉讼和财产保全通知了，而林沁应该也会收到夫妻共同财产追回诉讼通知。只可惜，在我的刻意引导下，加上房产也只有区1000万左右。萧锦然出门后，我上楼收拾好他的一切东西，忍了半年，终于可以将他扫地出门了。萧锦然回来时，他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堆在了门外，门锁换了密码，消除了指纹。他烦躁地按了门铃，我在监控里看见他按完门铃后，握紧了双手，又无奈地放下。早晨的好心情荡然无存，只剩下焦躁。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来回踱步，焦躁不安。他见我不开门，拿出了手机，随即我的电话铃声响起，响了好久，我才接起。小易，你开门，我们好好聊聊。他的声音透着颓败与哀求。我不想和你聊，直接让律师对接所有事情吧。电话那头没了声音，我透过监控看见他颓败地倚坐在门口，看到自己爱了11年的男人这样，我的心还是会痛。我陪着他从青春到而立，从懵懂到成熟。我不想离婚。他的声音沉沉的。我们法庭见吧，萧锦然。我挂了电话，看着监控里的他，呆呆地看着挂掉的手机，就那样坐着。一门之隔，我在卧室的床上，但又是失眠的一夜。他在门口坐着，就那样坐了一夜。这一夜不知他在想什么，是懊悔、自责，还是迁怒于我？我无奈地打开门，他看到我后费劲地站了起来，一脸的痛苦。萧锦然，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你和林沁都收到通知了吧？对他，我会追回夫妻共同财产；对你，起诉离婚，一切由律师对接。他上前抓住我的手，小易，我们谈谈。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了好久，离得很近又很远。小易，我们相爱了11年，求你，我们谈谈好吗？他知道我一向是吃软的。11年，11年又如何？你不还是背叛了我？你还能说什么？你知道我眼里从不容沙子。我嗤笑着出口，但话里还是不甘。小易，他仍是眼含痛苦地望着我，我一眼就着迷的皮相落了灰，没了光亮。我侧身示意他进来，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不敢看我。小易，我爱你，
从没有想过离婚。你信吗？我嗤笑一声，没有出声，任他自说自话。我知道你眼里容不下沙子，你这次应该不会原谅我的。我昨天收到通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知道的时候一定很难受吧？你知道多久了？难受多久了？小易，我爱你，现在我也爱你，你还信吗？他抬头，眼里有着期待地看着我，我觉得讽刺极了。你问我信吗？我不敢信。你还是别糟蹋了爱这个字。他自己应该也觉得讽刺，哼笑出声。我们相爱了11年，我一直坚信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但很幸福。林沁的出现就像一条鲜活的鱼跳进了平静的鱼缸，他让我本来没有波澜的内心有了水花。他满眼倾慕地看着我说，我是他的偶像，带给我许多在你身上没有体会过的崇拜、刺激。于是我渐渐地有了贪心。我告诉他我有妻子，绝不会离婚。他还是飞蛾扑火告诉我，只要我有时间看看他就好。你知道吗？这几年我拒绝过了很多人，他们笑话我妻管严，我都一笑置之。可林沁被拒绝后的哭泣让我伤了心，我发现自己拒绝不了他了。我不否认我是喜欢他的，我是不是心很大啊？两个都不能放手。林沁不会影响到你，他会很听话的。小易，不离婚可以吗？听着他鬼才无语的话，我一时真的不知要给什么反应。他凭什么认为我可以接受他这样肮脏的想法？小姑娘听话又如何？老娘真想撬开他的头，看他里面装的什么。这几年是不是被灌了水？看来时间久了也不能看懂一个人。萧瑾然，我突然看不懂你了，也许我也看不懂男人这个生物吧。不要给自己出轨找借口了，我这里从来都是一心一意。你要谈，我让你说，不是听这些废话的。我冷淡地打断他的话。对于你给林沁花的钱，我找人调查过，房子收回，其他不到300万如数追回。你不要想着你去垫付，离婚前你休想再挪用1分钱。咱俩目前的资产是负债，债务共同承担。你公司我名下的股份归我，你名下的我要占40%。负债？我们家庭现金流充裕，怎么可能负债？说到财产，他终于从自说自话清醒过来。投资失利，一切合法可查。律师对接的时候会给你明细。他忽然就讽刺地笑了，你计划很久了吧？你看你就是这么理智自我。我看着他眼里的讽刺，听他话里的自我评价，内心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是我自我，萧瑾然，这11年我对你一心一意，对这个家没有半点背叛。是你破坏了我用心经营的一切。你知道吗？我看过你们在校庆的合影，他给你照的侧脸，看着你为了配合他穿的年轻，看过你们拥吻的、出入酒店的、牵手游玩的照片，还跟着你们去过游乐场，看着你陪他，我就站在几米外大哭。你懂吗？你就是个畜生，我从没有想过我们会走到这一步。我就是小心眼，萧瑾然，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们好过，滚蛋！我像个疯子一样拉起呆住的萧瑾然，在他未反应过来前推出门外，然后无力地倚在门上放声大哭，宣泄着怒火。我听见了一门之隔的他小声地说着对不起。可是有什么用呢？律师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开展，率先解决对林沁的诉讼。我给 A 大提交了林沁的品行不端资料后，等着他的处罚。毕竟我和萧瑾然都不是什么无名之辈，金融圈和科技圈传遍了我们婚姻破裂的各种版本。他公司的融资止步不前，声名狼藉的林沁也绝不可能混迹这个圈子。接到父母电话时，是我计划离婚后的第一次胆怯，毕竟我的父母太喜欢他了。他们记得萧瑾然爱吃的东西，一些小习惯，每次回老家，满满一桌子都是他爱吃的，逢人就夸我女婿孝顺，对小姨好，顾家。现在的局面，我害怕面对二老的失望。妈，接起电话，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小易啊，你吃晚饭了吗？吃了，你们呢？我们也吃了，发生什么事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我和你爸过去啊？母亲的语速没有了往常的欢快，没有问为什么离婚，没有劝和，简单的一句话，我又红了眼眶。对不起，妈，让你们失望了，我没有经营好婚姻，你们那么喜欢他，这次亲戚邻居面前让你们丢面子了。姑娘，你没有错，是他不好，人不好咱就换，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喜欢他是因为他对你好，你不要他了，他算老几？面子算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姑娘重要。小易，爸在这里，别怕，做自己想做的。老爸坚定的话让我这半年来第一次这么安心。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没有一次让他们失望过。这次离婚，最怕的就是他们的失望。二老怕我独自一人难熬，特意赶过来照顾我，让我哭笑不得又很暖心。
后来我听说萧锦然和他的父母不止一次的和我父母联系，想要劝我别闹大，都被二老拒绝了。他们坚定的支持我，关心我。诉讼流程很顺利的开展，林沁按需照判罚，如期归还钱财。A 大也在收到资料经过调查后开除了林沁，一个本应很有前途的高材生断了前途。在判决书下来的第2天，林沁约我见面。小姑娘从没有闹到我面前过，也没有透过任何渠道主动暴露和萧锦然的关系。我是好奇的，好奇是什么让她可以做到这一步。再次见面，她没了上次的活力，看到我是满眼的怒意和不甘。我看着她，只觉得可怜。你满意了？我被开除了。我学习那么努力才考上的 A 大，被你毁了。是你自己毁的。我冷静开口。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你让学校开除我又怎么样？萧锦然说他会给我想办法，他说他会养我。你们在一起11年又怎么样？他说和我在一起他很开心。你知道吗？本来我都做好了默默待在他身边的准备，他不和你离婚也没关系。可你要离婚，我真的要谢谢你。我无语地看着眼前愤怒的姑娘，以前觉得她很聪明，现在看来也是蠢笨一人，不知是被爱情还是愤怒蒙蔽了双眼，干嘛来找我的不痛快？所以你以前是想当妾？她被我的话堵在那里，脸色憋得很红，看来她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话了。我们现在还没完成离婚，我这个正房还是可以帮她纳妾的，你等着。我起身离开，不再听她的风言风语。转身我就安排人去她老家挂条幅。第2天，他家楼下，他父母任职的学校门口都有了一条写着“林家父母教书育人，家有一女花样了得，勾引有妇之福，意欲做妾，现替夫纳妾”。听说林父在学校丢了大人，回到家更是难堪，愤怒，气急攻心去了医院。林沁匆忙回家，面对的是父母的失望责怪，亲戚邻居的讨伐，在网上也迅速的传播开来，各种声讨、谩骂纷至沓来。而我给力的律师终于追讨回了房子和现金300万。由于我对萧锦然提起的财产保全，让他没办法伸出援手。最后是林沁变卖了所有奢侈品，又借了一些钱，凑了200万。萧锦然又通过其他渠道借了100万才还上。当然，这100万我是保留了证据，当他的离婚后债务。林沁那边一团乱，萧锦然这边更乱。由于我们的离婚诉讼，他公司的融资迟迟没办法开展。他因为家庭负债的问题迟迟不肯离婚，但又没办法取证我是刻意转移资产，离婚手续一拖再拖，各自慌乱的两人再也不是彼此的快乐。林沁埋怨他不关心自己，承诺的解决学业问题没办法兑现，就连林父住院都未能到场，造成了现在自己前途尽毁、声名狼藉、父母责难、网暴的场面。而萧锦然在他身上也看不见鲜活快乐，反倒变成了枷锁。终于在公司融资不能再拖的压力下，萧锦然承认了家庭负债，答应了我的离婚条件，但注明了我占有的公司股份只能卖给他的条件。就这样，他肩负几千万外债离婚。他以为他保下了公司，而我早已通过我自己的投资资源对他的最后一轮投资动手，联合其他股东计划将他赶出公司。融资结束，他出局。他离开公司那天，我特意去看了他。看着他抱着纸壳箱落寞地走出自己的办公室，走出办公区，走出自己打拼的战场，我的心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畅快。公司上市那天，我们在内斯达克敲钟，没有人记得萧锦然这个创始人，也许有人记得，但再不会有人提及。他应该也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悲凉地看着这个他精心培养的孩子离他越来越远。所有事了后，我给自己放了假，去了我们一直规划未能实现的非洲。看过贫穷但仍然满怀期望的非洲孩子，感受过野生动物大迁徙的震撼。我站在广阔而原始的草原，彻底地放下了这段11年的过往，不论好坏都是曾经。再次听说萧锦然是在2年后的科技论坛，听说他又创业了，可惜这次不顺利，产品没有竞争力，投入的钱都打了水漂，负债累累。再次遇到萧锦然是在一场投资大会，他是来找投资的，而我是以投资者的身份来的。他和投资商一杯杯的喝酒，身上还穿着我之前给他买的西装，可如今却不再合身，消瘦的身体撑不住西装，显得落魄极了。另一桌的我等着别人来求投资，被人围住恭敬，远远地和他对视了一眼，如陌生人一般。看着他捂住了胃，想来他的胃病又犯了。刚开始创业时，他喝伤了胃，后来公司做大，再也不需要被灌酒，加上我精心的调养，才转好。如今可怜了被我养好的胃。散局后，我坐在库里南里，看见单薄、脸色难看、
衣着简单的林沁扶着萧锦然上了出租车，也算是求人得人了。我度假回来，听人报告过他们的消息，听说林家父母因为丢脸提前退休搬了家，林沁没办法继续完成学业，但还是留在萧锦然身边陪着他创业。后来圈子里的好友还问过我，要不要继续给他们找麻烦，我拒绝了。有着挪用公司资金给三花的名头，再加上科技圈的日新月异，萧锦然再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注定了和林沁走另一条贫苦的道路。走到这一步就算了吧。一只手横过来，握紧了我的手，笑着说：“在看什么？”我侧脸看着副驾驶的男人，回握住他，十指紧扣，满脸幸福。看你。男人荡起灿烂的笑。萧锦然说的不错，年轻的人确实够鲜活刺激。萧锦然番外。萧锦然一眨眼就看见了被人围住的黎诺懿，一身高定套装，举手投足间更显优雅。他游刃有余地应付着身边那群谈论上亿投资项目的大佬们，那个圈子是自己再也没法进入的层级，两个人终究是活成了两个世界。2年多不见了，上次见面还是公司上市敲钟，而他也只是在人群中默默地看着而已。此刻再见面，他低头了下自己早已不合体的西装，还是3年前的款，苦笑一下，收回视线，来不及有多余的想法，转头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可以为新公司投资的人。2年多前，在锦诺科技上市前夜被踢出局后，重新创业，成立了如今的新城科技。可惜如今的公司没了资源和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举步维艰，在没有投资不超1个月就会关门大吉。3年前，自己瞧都不瞧的投资商成了现如今的救命稻草，为了几百万的投资，喝了一杯又一杯。萧总，要是你之前的锦诺科技，别说200万投资，就是让我出个1000万能参与一下，我都双手奉上。可如今的新城，还是算了吧。李总，我能做大锦诺，也一定会做大新城，你现在投资一定会有回报的。唯二还愿意和萧锦然搭话的李总，不等萧锦然说完，摇摇头走开了。萧总，现在投资圈都不看好新城，你还是再想想出路吧。萧锦然身边的另一个投资圈的人拍拍他的肩膀，善意劝道。萧锦然点头道谢，他也知道目前的现实，可还是不甘。酒会已进入尾声，自己又要无功而返了。他寻求投资的饭局参加了一个又一个，之前被小姨养好的胃病又犯了，疼痛席卷了全身，他按着胃部走向了卫生间。刚到门外，卫生间的谈话声传了出来。现在萧锦然真是可怜啊，被赶出锦诺后是真的不能东山再起了。现在的新城产品不行，他在科技圈、投资圈的名声那么臭，谁能投资啊？都是自己种下的果。黎诺懿多厉害啊，他还敢出轨，现在还能在这个圈子露面，就是人家留了情面。成功的男人有几个没有坏心思的，可那都是家里红旗能掌控的，他这个真是不自量力了。哎，看来林总颇有心得啊，哈哈。卫生间的谈话一点点走歪，可是这些对他的议论早已让萧锦然习惯。谈论的几人出来，看见脸色苍白的萧锦然，也知道刚才的谈论被听见了。如果是3年前，大家早就小心翼翼地道歉了，可如今也是微笑着走开。萧锦然走回宴会厅的时候，厅内已没了人，他摁着还在疼的胃部下了楼。林沁等候在大厅，看见萧锦然出电梯，匆忙地走了过去。有拉到投资吗？没有。怎么还没投资啊？公司已经撑不下去了，家里也没钱了。当初你怎么就被黎诺懿下套赶出公司了呢？明明马上就上市了，也不至于这么穷。林沁没有看见萧锦然的不舒服，碎碎地抱怨着，这2年从高处落下的差距早已磨没了偶像的滤镜。林沁，我胃疼。记得刚成立锦诺科技时，自己也会周转在各个酒局，但小易总会陪着或者准备好养胃的药或者吃的。后来公司稳定后，又找了厉害的中医调理，亲手做药膳。你的胃都是老毛病了，一会吃点止疼药吧。如今的林沁也只会说吃止疼药，曾经的慕如变成了敷衍。2个人坐上了出租车，萧锦然的车早已卖掉来支撑开销。临上车时，他看见了坐在库里南里的黎诺懿，他的身边有了新人，他看着那个男人眼里有光，而之前他这样看着的人是自己。不知是因为看到刚才那一幕心里的嫉妒使然，还是出租车里潮气夹杂着汗味，或者是胃部不适引起的呕吐感袭来。看着萧锦然要吐的样子，出租车司机大声说着，不要吐在车里啊，吐了要加钱。林沁赶忙从包里掏出了一只塑料袋递给了萧锦然。萧锦然看看塑料袋，又看了看皱眉面带烦躁的林沁，努力压下了呕吐感，将头转向了窗外，拿着塑料袋的手紧紧握着，露出了青筋。
驾驶座的司机还在小声的念叨，还以为从这出来的都是大老板、有钱人呢。窗外下起了雨，雨水打在车窗，啪啪声很是响亮。身旁的林沁不断的抱怨着，2年了，公司负债累累，本来以为你还能再创造一个锦诺，结果什么都不是，还负债那么多，还不如当初那些钱投资点别的呢，或者买房子，弄得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真是为了你，我大学不能读了，陪你吃了这么多苦，什么都没有，我都快2年没买过衣服了，吃穿都得算计着来，我也刚20多岁啊。小声的抱怨和呜咽让本就窄小的空间更加压抑。不是你自己选的路吗？当初是你主动找上的我，忘了吗？这样的抱怨早不是第一次了，以前的每次萧瑾然都会默默承受，可这一次他不想一人忍受了，发了火，声音阴沉，嘲讽又满含怒意地看着林沁，让他打了个寒战。良久后，萧瑾然才又收回视线，看向窗外，是怎么走到如今的境况呢？萧瑾然握紧的右手用力地捶了下身旁的座位，散不出心中的郁闷。他和黎诺懿走过了11年，大学的第一眼，那个看自己出糗的女孩就入了心，她的自信大方吸引着他全部的视线，可他内心深处有着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自卑，所以即使喜欢，也在等着他的主动，确保了他对自己的全心付出，才水到渠成的表白。黎诺懿很优秀，家境好，他带着小镇出身的萧瑾然尝试了许多的第一次，教会了他许多，接触到了更上层的世界，也把2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去闯。终于锦诺成功了，可他膨胀了。林沁出现在他成功的顶峰，他满眼的目如小女人的依靠是黎诺懿未曾给予过的，一时让他的大男子主义得到满足。他从没想过离婚，可禁不住那双单纯的目如的双眼，想着家里有黎诺懿，想轻松了就找林沁，可他忘记了黎诺懿从不是个吃亏的主。事实证明，不是黎诺懿离不开他萧瑾然，是离了黎诺懿，他萧瑾然什么都不是。当初被赶出锦诺科技时，其实黎诺懿并没赶尽杀绝，卖股份的钱足够自己过着算计着的普通的生活，可他心中的不甘和经历过物欲生活的林沁的一次次旁敲侧击，还是开始创业了。可惜这次创业没了之前的心意、人脉资源，再加上出轨、挪用公司资金的名声和本就日新月异的科技圈，他再也站不起来了。2个人疲惫地上了楼，打开家门，看见一屋的狼藉。林沁本就不是一个善于打理家庭的人，之前萧瑾然念着他年纪小，抽时间会打扫一下，可今天是浑身的无力。他走过茶几上堆着的外卖垃圾，无视掉沙发上布满的洗或者没洗的衣物，步子沉闷地走向卧室，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林沁小心地走过去，今天的萧瑾然让他害怕。你是不是胃还痛？要不要吃点止痛药？上次的检查报告有去拿吗？胃部的疼痛再不能忽视，上次的检查让忙碌的他忘记拿结果了。我忘了，我明天去取。最近太忙了，我又要忙公司，又要忙家里。萧瑾然闭上了眼睛，再也听不进林沁的话，回了一句：我自己去吧。胃癌晚期。萧瑾然看着手里的结果，心里就没怎么惊讶，竟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医生还在说着，可他的思绪早已走远，是自己的报应吧。他坐在医院大厅的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边想着公司资金的紧张，一边想着救命的钱哪里来，对生的渴望无比强烈。突然间想到了什么，庆幸当初黎诺懿对自己的照顾，记得当初自己还反对他购买每年几十万的保险，如今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现在自己已无力管理公司，新城要在支撑不住前卖掉，虽不能覆盖外债，但必须及时止损了。萧瑾然一点点计划着，这次实际了很多。林沁是在公司被卖掉后才知道的，他一直在做着富太太的梦，那个可以重回之前物欲生活的梦，支撑着他陪着萧瑾然吃苦了2年，一朝梦碎，让他彻底发了疯。萧瑾然，你混蛋！你不是答应过让我过好生活吗？你背着我卖掉公司，你是想怎么样？我跟着你吃了这么多苦，你是不是个男人啊？你毁了我，萧瑾然！看着眼前大哭大闹的人，也只有悔恨。我胃癌晚期。一句话止住了林沁的哭闹。我做好了计划，公司没办法支撑了，必须及时止损。卖掉后还有一些债务，不过卖掉这个房子和我之前的保险金可以还得差不多了。至于我的病也有保险保障，所以我们算计这些，找个普通工作也可以生活。卖掉房子？我不同意。你把我之前给你的保险合同找出来，我要算一下。萧瑾然看了林沁一眼，继续说道。
房子是在婚前买的，卖与不卖是我说了算的，但是债务是婚后的，所以你只能听我的，否则你只能背负一半的债走人。林沁愣在那里，显然被打击得不轻。萧瑾然等在那里，给他时间接受。保险？什么保险？呆坐了很久的林沁回神后，也只能配合。就是我让你每年去存的保险，那是黎诺懿调研了好久，最适合我们做生意这些人的险种，虽然每年10几万，但现在是救命的。看着林沁空洞迷茫的眼神，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存。林沁低着头，声音讷讷带着哭腔，我不懂这些啊，我就是觉得一年大10几万太贵了，我真的不知道啊。此刻萧瑾然绝望的火气都没有了，更没了心力问钱去哪儿了。萧瑾然好想这一切是一场梦，梦醒后他又回到3年前，他一定离林沁远远的，一定守好和黎诺懿的家。可惜世间从没有后悔药，每一步都要自己负责。没有昂贵的药物治疗，萧瑾然没有支撑太久，在1年后去世。去世前，林沁心不甘地照顾着他，为他接呕吐物，日夜不眠，20几岁的年纪没了花的样子。不是感情有多深，而是怕不管萧瑾然自己会背负一半的债务。好在萧瑾然还算替林沁打算，卖掉了房子和自己私藏的理财，还清了大半债务，留给林沁的微乎其微。夜黑无人时，林沁坐在出租屋的狭小床上，一会想着自己前途美好、光鲜亮丽的金领生活，一会梦想着自己成为阔太太和萧瑾然恩恩爱爱。可现实是没有家可回，没有人可依，每天的零工都时有时无。一起打零工的人都远离他，明明是花一样的年纪，神经兮兮的，时而怨毒，时而迷茫空洞。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星星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